就是讲了很多重要的指数，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几个指数，然后再加上港股，再加上美国的股市。但最后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就是 A500指数，它可能会是一个潜力的指数呢。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 A 股和港美股常见的指数。那国内最具代表性应该就是属于沪深300了，给小伙伴们介绍一下沪深300指数吧。沪深300指数它是由中证指数公司开发的，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挑选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300只股票组成的。其实指数的命名规则很有意思一般名称里面的数字是多少，就代表会挑选多少只的股票。比如说上证50指数，它就包含了50只股票。那么沪深300指数它就包含了300只股票。从市值规模来看，沪深300指数它的股票占国内股市全部规模的60%以上，它很具有代表性。那中证500呢，是不是就是500只股票了？没错，的确如此。那你来介绍一下中证500指数吧。好的，第二个我们介绍一下中证500指数中证500指数它是最容易获得超额收益的指数，它也是中证公司开发的。它先把沪深300指数里面的300家公司排除掉，然后在剩下的公司中挑选总市值排名前500的企业组成。也就是说从定位来看，中证500指数它以中型上市公司为主，它与沪深300指数的股票没有任何的重合。那中证500它有什么特点吗？中证500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指数，它是最容易获得超额收益的指数因为目前国内中小盘的散户比例比较高，中证500指数成分股它就是中小盘股票组成的，所以经常出现不理性的涨跌。那利用这些不理性的涨跌就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那是不是像你上节课介绍的，直接买成中证500的 ETF， 那不是就搞定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围绕中证500指数它出现了一系列的衍生的品种，比如说中证500低波动指数基金，或者是增强基金，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量化基金。如果你要投资中证500指数我建议你可以选用中证500低波动指数基金，那样的话收益可能会更好一些。那还有很多指数比如说经常听的什么创业板指数好像前段时间9月底好像大火了一波那创业板指数又是什么呀？创业板指数它是衡量创业板最重要的100家企业的平均表现而设立的，它的代码是399006，它只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挑选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100只股票。那你刚才讲过中证500的指数它波动性比较大，那创业板指数它又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创业板指数的公司整体规模那就更小了，以中小型公司为主，这些公司的盈利大多都没有进入稳定期，所以创业板整体的盈利规模比较低，公司开发新业务也比较容易导致盈利的大起大落，因此创业板指数更容易暴涨暴跌，投资者投资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几个 A 股比较常见的代表性的几个指数那现在就来聊一聊港股市场他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数吧。港股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就是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恒生指数它是香港股市的主要指数，由市值排名前50的上市公司组成的，它的代码是 HSI。像我们熟悉的中国移动、腾讯、阿里巴巴都在港交所上市，他们的规模很大，所以都纳入了恒生指数。那恒生科技指数它是追踪在香港上市的市值最大的30家科技企业，它的代码是 SS2083， 包括我们熟知的小米、美团、快手，这些都是科技型的公司。真是像什么小米美团这些阿里巴巴不说不知道，原来它是纳入到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指数里面的。
那说完了香港里面，那美国的股市又有什么重要的指数吗？毕竟美国的股市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介绍一下美国的股市吧。美国股市啊有2个最主要的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我们先说说纳斯达克100指数吧。纳斯达克啊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股票市场，像大家熟知的苹果、微软、特斯拉等公司啊都在纳斯达克100指数里面。纳斯达克100指数啊投资的是100家大型企业，它的代码是 NDX。不过我们国内的投资者投资海外市场的指数基金啊比较困难，主要是通过 QD 指数基金来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这个 QD 指数又是什么玩意儿？ QD 基金啊就是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专门用于投资海外市场的指数基金。简单理解啊，就是为国内普通投资者提供一个便捷的投资海外市场的渠道，因为啊我们是无法直接进行海外投资的。那这个 QD 它又在哪里能买到呢？就像我们自己的那种账户可以买吗？同样的 QD 基金啊，你也可以在支付宝上面买。比如说你要买纳斯达克100指数啊，那你就在支付宝输入纳斯达克100，那么它就会出现纳斯达克100指数 QD， 直接购买就行了。不过对于这种 QD 基金啊，每天都有限额，可能啊一天只能买入100块钱。还这样子哈，好像对于 QD 基金了解的还比较少一些啊。那好像美国的标普500，标准普尔指数好像也非常的有名哈，介绍一下吧。标普500指数啊，它的历史就比较悠久了，代码是 SPX， 由500只成分股组成，它和沪深300比较类似。不过啊，虽然标普500指数和沪深300指数都是蓝筹股指数，但是啊，标普500指数啊，它不单纯的依照上市公司的规模来选股，也就是说，它没有限制入选公司的市值规模。换句话说，标普500指数啊，它不仅有大公司，大公司占了 90%， 那还有很多中型的公司，大约占 10%。这些公司的入选标准啊，就是必须是一个行业的领导者。所以啊，标普500指数啊，它附带了一个主观判断的蓝筹股指数。听这个讲，好像和我们国内的沪深300是比较像的啊。当然，就是它会除了有按市值规模去排序，它还有一个行业的领头羊这样一个评选标准啊。那这2个相比，沪深300和标普500相比的话，那标普500怎么样呢？与我们平时接触的沪深300、恒生指数啊这些相比，标普500指数啊，它在行业配比上可能相对来说更加均衡一些。我们知道沪深300中啊，金融、能源行业啊占比都是比较高的。那因为这些行业它的市值比较大，是吧？没错，是这样的。但是啊，这些行业它周期性强，波动大，所以啊，这就导致了沪深300指数的波动也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上证一直徘徊在3000点，是这个原因吗？是的，标普500指数啊，它覆盖了消费、医药、科技等弱周期性的行业，这些占比可能高一些，超过 50%。这也就是说啊，标普500指数相对来说周期性更小，走势啊更加平稳，也更容易实现慢牛。原来他们中间是有这样一个区别的。那中国是不是最近也推出了一个类似标普500的这么一个指数啊？是的，中国在2024年9月23号啊，它推出了一个 A500 指数，它模仿的就是标普5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啊，它包含了500只股票，反映了整个 A 股市场的涨跌情况。它的基金代码是000510。简单来说啊，可以将 A500 视为沪深300的加强版。又长知识了哈。A500 哈，前段时间刚刚上市的时候非常的火爆啊。是的， A500 指数啊，它在沪深300指数的基础上，减少了银行、食品饮料、非银金融行业的权重，减少的这些权重啊，就被分配到了战略新兴企业，比如说电力、医药、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等等。那照这么说 ，A500 那就跟标普500就更相类似一些，那这个它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实现一些慢牛呢？的确如此啊 ，A500 指数啊，它更能反映中国 A 股头部优质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 A500 ETF 基金一经发布就被资金追捧的核心原因。毕竟心智生产力才代表了世界的发展潮流呢。那今天这节课我是听明白了，就是讲了很多重要的指数，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几个指数，然后再加上港股，再加上美国的股市。但最后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可能就是 A500 指数，它可能会是一个潜力的指数呢。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那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对这些指数的看法和你的投资经验。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建平，我是阿拉，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拜拜。